Good, thank you. Excuse me. Good. 好的，谢谢。 For that kind 不好意思。 introduction. It's 好 an 的， honor to be here. 感谢您友好的介绍。 In the final 很荣幸来到这里，在二战的最后几个月里， leaders convened 西方领导人召集了他们那一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们的任务是建立一个新的金融体系， financial system. 在西罕布什尔州山区的一个安静的度假胜地， They laid 他们为美国治下的和平奠定了基础。布雷顿森林体系 Woods recognized 的设计者们认识到， global economy 全球经济需要全球协调。 to encourage that coordination. 为了促进这种协调， IMF and the world 他们创立了布雷顿森林机构， institutions 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political and 这两个机构诞生于地缘政治和经济剧烈动荡之后。 bank was to better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宗旨是更好地协调国家利益与国际秩序， when unstable. 从而为动荡的世界带来稳定。 Their purpose was 简而言之， and preserve 他们的目的是恢复和保持平衡，这仍然是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宗旨。 institutions. Yet every 然而， we look across the 放 internet, 眼当今国际体系，我们看到的却是失衡。好消息是，情况并非必须如此。今天上午，我的目标是概述一个蓝图，以恢复全球金融体系，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以及旨在维护它的机构的平衡。我的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金融政策圈外围，以外人的身份观察。 on financial 现在 policy circle. 我身处其中， Now I am on the 从内部向外看， I am eager to work with each 我期待与各位一同努力， order 恢复国际秩序。 system. 但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首先要 We must first 让我们重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或者说 connect the IMF 让他们重新与最初的使命联系起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具有持久的价值， but mission creep has knocked these 但使命蔓延已经使这些机构偏离了方向。我们必须进行关键改革，以确保布雷顿森林机构为他们的利益攸关者服务，而不是反过来。 bringing balance back to global 为了让全球金融重回平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需要拿出清晰的领导力。今天， This morning, I will 我将阐述他们如何发挥领导作用，从而在世界各地建立更安全、更强大、更繁荣的经济。 economies all around the world. 我希望邀请我的国际同行们加入我们，共同努力实现这些目标。 Toward these goals. On this point, 关于这一点，我希望明确指出， America first. 美国优先并不意味着美国孤立， To the contrary, 恰恰相反， it is a call for 美国优先是呼吁贸易伙伴之间进行更深入的合作和相互尊重。 stepping back. 美国优先 seeks to expand 并非要退缩， leadership in international 而是寻求扩大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中的领导地位。 a stronger leadership. 美国优先 America first seeks to 通过发挥更强大的领导作用，力求恢复国际经济体系的公平。 nowhere is the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贸易领域的不平衡现象尤为明显。 That's why the United 因此， States is taking action now to rebalance 美国现在正采取行动，以重新平衡全球贸易。几十年来，历届政府都依赖于一个错误的假设， our 即 trading partners would implement policies that would drive a balanced global economy. 我们的贸易伙伴会实施推动全球经济平衡的政策，但事实是，由于不公平的贸易体系， Result of an unfair trading system. Intentional policy choices by 我 other 们面临着长期存在的巨额贸易逆差。其他国家有意的政策选择掏空了美国的制造业，破坏了我们关键的供应链，使我们的国家和经济安全面临风险。 President Trump has taken 川普总统已经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来解决这些失衡问题及其对美国人民造成的负面影响。长期存在的 and persistent 大规模失衡的现状 not sustainable. 是不可持续的， It is not sustainable for the United 这 States. 对美国来说是不可持续的， It is not sustainable for us. 最终对其他经济体来说也是不可持续的。 Sustainability is a popular term around here. 我知道可持续性在这里是一个流行的术语，但我不是在谈论气候变化或碳足迹，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我谈论的是经济和金融稳定，这种可持续性能提高生活水平并维持市场运转。
国际金融机构若想成功完成其使命，就必须特别关注维护这种可持续性。在川普总统宣布加征关税后，有100多个国家主动联系我们，希望能帮助重新平衡全球贸易。这些国家对总统为建立更加平衡的国际体系而采取的行动反应积极且开放。我们正在进行有意义的讨论，并期待与更多国家对话。尤其需要做出再平衡的是，中国近期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正进一步偏离消费，转向制造业。如果继续维持现状，中国以制造业出口驱动增长的经济体系将会与其贸易伙伴产生更加严重的失衡。中国目前的经济模式是建立在通过出口摆脱经济困境的基础上，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不仅对中国有害，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有害。中国需要改变，中国也知道自己需要改变，大家都知道它需要改变，我们希望帮助它改变，因为我们也需要再平衡。中国可以从调整经济结构开始，减少出口过剩，转而支持国内消费和内需。这种转变将有助于世界迫切需要的全球再平衡。当然，贸易并非造成更广泛的全球经济失衡的唯一因素。对美国需求的持续过度依赖正在导致全球经济日益失衡。一些国家的政策鼓励过度储蓄，从而阻碍私营部门主导的增长；另一些国家则人为地压低工资，这也抑制了增长。这些做法导致全球对美国需求的依赖，刺激增长的需求。这些因素也导致全球经济比应有的更加疲软和脆弱。在欧洲，欧洲央行前行长马里奥·德拉吉指出了几个导致经济停滞的原因，并提出了使欧洲经济重回正轨的若干建议。欧洲各国最好认真听取他的建议。欧洲已经采取了一些早就应该采取的初步措施，对此我表示赞赏。这些举措创造了新的全球需求来源，也意味着欧洲在安全领域承担了更多责任。我认为全球经济关系应该反映安全伙伴关系，安全伙伴更有可能拥有结构上相互兼容的经济，从而实现互利的贸易。如果美国继续提供安全保障和开放市场，那么我们的盟友必须加强对共同防御的承诺。欧洲在增加财政和国防开支方面的初步行动，证明了川普政府的政策确实有效。川普政府和美国财政部致力于维护和扩大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这一点在国际金融机构中尤为明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只要他们能够坚持其使命，川普政府就乐于与他们合作。而按照现状，他们并没有达到目标。布雷顿森林机构必须从其庞杂且缺乏重点的议程中抽身，这些议程已经扼杀了他们完成核心任务的能力。未来，川普政府将利用美国在这些机构中的领导地位和影响力，推动他们完成非常重要的任务。美国还将要求这些机构的管理层和工作人员对展示实际进展负责。我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努力，使这些机构重新关注其核心使命。这样做符合我们大家的共同利益。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首先，我们必须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回归本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使命是促进国际货币合作，促进国际贸易的平衡增长，鼓励经济增长，并阻止诸如竞争性汇率贬值等有害政策。这些对于支持美国和全球经济至关重要。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任务范围却不断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促进全球货币合作和金融稳定，但现在，它却将过多的时间和资源投入到气候变化、性别和社会问题上。这些并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使命，而且其在这些领域的关注正在挤压其在关键宏观经济问题上的工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是一个残酷的真相揭示者，而不仅仅是对某些成员国。如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在自欺欺人。其2024年外部部门报告的标题是“失衡正在消退”，这种过于乐观的展望反映出该机构更致力于维护现状，而不是回答棘手的问题。在美国，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整顿我们的财政状况。上一届政府制造了我们国家在和平时期最大的赤字。本届政府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乐于接受批评，但我们不能容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未能批评最需要被批评的国家，主要是那些存在贸易顺差的国家。根据其核心职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点名批评那些长期以来奉行扭曲全球政策和不透明货币政策的国家，比如中国。我还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指出某些债权国不可持续的贷款行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更积极地推动官方双边贷款机构尽早参与进来，与借款国合作，以尽量减少债务困境的持续时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将贷款重点重新放在解决国际收支问题上，并且其贷款应该是临时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负责任的方式发放贷款，是其为全球经济做出贡献的核心。当市场失灵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介入并提供资源作为交换。各国会实施经济改革，以解决其国际收支问题，并支持经济增长。在这些项目期间进行的改革，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建立强大、可持续和平衡的全球经济所做的最重要贡献。阿根廷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我本月早些时候访问了阿根廷，表明美国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该国进行金融重置的努力。阿根廷值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因为它在达到金融基准方面取得了实际进展。但并非所有国家都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要求各国对实施经济改革负责。有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说不。对于那些未能有效实施改革的国家，该组织没有义务向其提供贷款。经济稳定和增长才应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功的标志，而不是他借出了多少钱。世界银行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样，需要重回正轨。世界银行应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减少贫困，增加私人投资，促进私营部门创造就业，并减少对外国援助的依赖。它向各国提供透明且可负担的长期融资，以便各国投资于自身的发展优先事项。该银行与基金组织一道，为促进低收入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提供广泛的技术支持。
这使得这些国家能够抵制来自其他债权人带有胁迫性和不透明的贷款条款。世界银行的这些核心职能与川普政府为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培育更安全、更强大和更繁荣的经济体的努力相辅相成。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样，世界银行在某些方面也偏离了最初的使命。世界银行不应再期望仅凭空洞的以流行语为中心的营销和半信半疑的改革承诺就能获得随意支配的资金。在回归其核心使命之际，世界银行必须尽可能高效地利用其资源，并且必须以能够为所有成员国带来实际价值的方式来使用这些资源。目前，世界银行可以通过专注于增加能源获取途径，来更有效地利用其资源。世界各地的商界领袖都认为，抵不可靠的电力供应是投资的主要障碍之一。世界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联合发起的3000使命计划，旨在为非洲3亿人口扩大能源获取途径，这是一项值得欢迎的举措。但世界银行必须响应各国的能源优先事项和需求，专注于能够维持经济增长的可靠技术，而不是寻求达到扭曲性的气候融资目标。我们赞赏世界银行近期宣布将寻求取消对核能的支持禁令，这可能会彻底改变许多新兴市场的能源供应。我们鼓励世界银行进一步开放，允许各国获取所有能够提供经济实惠的基本负荷发电的技术。世界银行必须保持技术中立，并在能源投资中优先考虑经济承受能力。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意味着投资天然气和其他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能源生产；在其他情况下，这可能意味着投资可再生能源，并结合相关系统来帮助管理风能和太阳能的间歇性。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能源充足会激发经济繁荣，因此世界银行应该鼓励采取多管齐下的能源发展策略。这种做法将使世界银行的融资更有效，并使该银行重新与经济增长和减贫的核心使命联系起来。除了增加能源获取途径外，世界银行还可以通过开始应用其毕业政策，来更有效地利用其资源。这将使该银行能够专注于向更贫穷、信用评级较低的国家提供贷款。在这些方面，世界银行的支持对于减贫和经济增长可以发挥最大的作用。然而，世界银行仍然每年向那些已经达到不再需要世界银行贷款标准的国家提供贷款，这是没有任何道理。这不仅占用了本应用于更重要领域的资源，还排挤了私营市场的发展，并且不利于这些国家摆脱对世界银行的依赖，转而实现以私营部门为主导的、能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经济增长。展望未来，世界银行必须为早已达到毕业标准的国家设定明确的毕业时间表。将中国这个世界第2大经济体仍然视为发展中国家是荒谬的。虽然中国的崛起是以牺牲许多西方市场为代价的，但其发展速度之快、成就之显著，令人印象深刻。如果中国希望在全球经济中发挥与其自身重要性相称的作用，那么就应该毕业。我们会对此表示欢迎。世界银行还应实施基于最优价值的透明采购政策，必须帮助各国摆脱仅优先考虑最低成本投标的采购方法。这种采购政策会奖励扭曲和补贴性的产业政策，从而破坏发展，也可能会扼杀私营部门，并刺激腐败和勾结。
最终导致更高的长期成本。基于最优价值的采购政策，无论从效率还是发展的角度来看都更好，他们的有效实施将使世界银行及其股东受益。关于这个问题，我希望就乌克兰的采购政策发出一个强烈的信息，我强调这是一个强烈的信息，就是任何为俄罗斯资助或提供战争机器的人都没有资格获得用于乌克兰重建的资金。最后，我邀请我们的盟友与我们一道，在重塑国际金融体系，并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重新关注其成立宗旨上，共同努力，美国优先。意味着我们将加倍参与国际经济体系，包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参与。一个更可持续的经济体系将更好地服务于美国和所有其他参与者的利益。我们期待与各位在此方面展开合作。谢谢。您讲得很好，谢谢。部长感谢您今天能来这里，也感谢大家今天的光临。我想指出的是，您在这篇内容充实全面的讲话中有很多精彩的语句，但您说，我想明确指出，美国优先并不意味着美国孤立，恰恰相反，我们非但不会退缩，反而会寻求扩大美国在国际机构中的领导地位。我想说，现在整个华盛顿都松了一口气，因为本周大家一直担心美国会退出国际机构，但您明确表示要继续领导您所要求的，实际上就是恢复到出厂设置，对吧？集中精力处理您认为最重要的那些问题，对吧？正确。正如我在确认听证会上所说的那样，我认为美国应该参与国际金融机构和多边机构，我们应该为了美国人民、其他国家以及客户国的利益而全力以赴。俄克20年前，一位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发表了与此非常相似的演讲，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行动，并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处理失衡问题上反应迟缓。汉克·保尔森启动了与中国的战略经济对话，此后的每一位财政部长都采取了相应的方法。邓妹，你将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来做这件事？你认为你将如何进行这种尝试？你的理念是什么？你的工具有哪些？你将如何执行？我认为我们正朝着重塑金融或贸易体系的方向迈进，这是一个开端。今天我重申了我们的参与，同时也为这些机构确立了一系列核心原则，回归本源。而且我来自私营部门，我们希望看到成果，希望看到时间表。正如你我刚才在后台谈到的，全球再平衡已经讨论了20多年了，确实很久了。你知道，有些国家可能有100年大计，但我们没有。好的，中国显然是本届政府对外和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您将会见您的中国对口官员，您会告诉他们什么？他们当然也知道存在巨大的不平衡，他们的制造业产能非常巨大，尤其是在汽车等领域。您会如何帮助他们理解？这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而是要真正执行。其实这样，我觉得我不需要帮助他们理解，我认为他们非常清楚，这只是一个动力和意愿的问题。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日本是1990年或1991年，那是泡沫顶峰后的12个月内，之后经历了10年。是的，那次衰退持续了10年。然后在2012年，我实际上是2011年，当时一位名叫安倍晋三的首相候选人，他意识到日本需要变革，并迅速实施了改革。10年后，或者说10多年后，日本的经济运行取得了显著成效。
our Chinese counterparts that will 我认为我们的中国同行也会意识到这一点，而且 some of our policies 有时候我们的一些政策需要外部的推动，是的， alternative 或者就像我之前说过的， what I have said previously, there is an 这里 opportunity 存在一个达成重大协议的机会。 that the U.S. is looking 美国正在寻求再平衡，以增加制造业， identity of that would be less consumption. 这意味着减少消费。如果中国认真的减少对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增长的依赖， growth and a rebalancing toward 并转向国内经济再平衡，我认为他们会使用双循环这个词。是的， well, it's 现在他们实际上是在强调内部循环。 they want to rebalance. 如果他们真的想做出改变， This is 不如我们一起努力，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如果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要写点什么的话， were to write something 他可以称之为美丽的再平衡。 balancing. Indeed. 确实，但其中很大一部分也将是我们自身的财政失衡问题。正如您所提到的，我们在经济周期的顶峰时期，赤字占 GDP 的6%，正如您自己指出的那样，这是不可持续的。那么，解决我们自身的财政失衡问题，对于实现更大的再平衡有多重要呢？ Well, it's very important. 非常重要。我觉得在座的大部分都是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大家都知道，贸易逆差源于3个因素：外部贸易政策， From three things, external trade policy, 而这正是我们想要解决的外部贸易政策，可以是关税、非关税壁垒、货币操纵， can be tariffs, non-tariff barriers, currency 以及 manipulation, 国家对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补贴。 of state subsidy of labor and means of production. So, trade terms of 所以 trade or trade regulation 贸易 is one. 贸易条件 Is 或贸易监管是一方面， so the 第二是我们的 the more the 预算赤字， creates a 赤字越大，需求吸力就越大，也会推高利率。 up the 第三是美元的汇率，美国将继续执行强势美元政策， the U.S. 美元会根据市场进行调整。 policy 大家都会问我，强势美元到底意味着什么？ just based on 对我来说，强势美元意味着拥有一整套政策， and to me 能够吸引资本流入， having the 并且建立信 policy 心。 place to 但这并不意味着每天在彭博终端上显示的价格， have confidence 而且在双边价格方面， the price on 它也有不同的含义。 every day, and 所以 it also has different meanings. In 实际上是3方面的问题， the price. 但是 So it's Tim really three-pronged. 回答你的问题， Your question, 我说过， I have talked about 我们的支出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 here quickly 美国不是收入问题， with the spending. 而是支出问题。 Not have a revenue 我曾经建议， spending problem 2年前我第一次见到川普总统， when I first met President 和他谈到 to talk about 加入他的竞选团队时， campaign 2 years 我们需要恢复到长期的可持续预算赤字，达到3%左右的水平， a long 这样才能行得通。 budget 我们有2%的名义增长， in front of it, 或2%的通货膨胀， 2% nominal 以及预计1.8%的增长。 projected 1. 我认为，如果我们实施我们的经济政策， If we 这个数字可能会更高。 You reaffirm the strong dollar 你 policy. 重申了由鲍勃·鲁宾首次提出的强势美元政策。瓦莱里·德斯坦在20世纪60年代谈到美元给美国带来的过分特权。华盛顿有些人质疑这种特权，甚至认为这是一种负担。你认为这是一种特权吗？美国之所以能成为全球经济的中心，是因为美元的使用。 the center of the global economy.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元的使用量自然会下降。我认为，在我有生之年，美元仍将是储备货币。实际上，我不确定是否还有其他国家想要取代美元。今天，一位欧洲官员说，可能是德金多斯先生。 Be the reserve currency. I actually am not sure that anyone else wants it. I can't remember. One of the European officials said today, maybe it was Mr. De Guindos. 我有点不记得了。他说，欧元可能会成为第2储备货币。 Well, we've just had a substantial appreciation in the euro.
我们刚刚经历了欧元的大幅升值，对于出口经济体来说， pressure. And look, I think that the reaffirming 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我认为重申我们对这些国际机构的信念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你提到了欧元，在你的评论中也提到了马里奥·德拉吉去年发布的报告，在那之前还有前意大利总理莱塔的报告。我最近在欧洲待了很长时间，感觉欧洲现在的气氛更加活跃，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机会。我之前说过可能会迎来复兴，当时还被人嘲笑了，但我实际上对欧洲还是非常乐观的。你认为这是一个转移部分需求的机会吗？世界依赖于美国的最终需求，将部分需求转移到欧洲，现在对欧洲来说是否是一个积极的时期？ Look, I think it can be, and it wasn't in a. 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 Wasn't always the way a trained diplomat. 但这并非一帆风顺。 I think we should all congratulate President Trump. He has done 可能方式并不像训练有素的外交官会做的那样， to do for the past 26 years since the advent of the euro. 但我认为我们都应该祝贺川普总统，他做了过去26年来历届欧洲领导人一直试图做的事情。自从欧元出现以来， To increase their fiscal 无论是法国、意大利还是其他欧洲国家， economy, and that I applaud. 都在试图让德国增加财政支出， It's a combination. It's a combination of 从而带动欧洲经济发展。我对此表示赞赏。这些初步的努力是经济刺激 on the European continent for 和 defense 欧洲大陆国防负担分摊的结合。 for economic security is national security. 正如我之前多次说过的，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就是经济安全。所以，如果这个欧洲计划奏效，我对此表示赞赏。 I had a private 我上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之前和西班牙的财政部长有一个私下的会面，他说 he said 你们会对我们在军事上的投入感到惊喜。 on military 他提到2%这个数字，今天来看， today. 它是对的。 好的，所以你们已经在承担这些任务了。你们有中国要促进消费、减少投资、解决他们制造业产能过剩的问题。欧洲是个绝佳的机会，美国也在进行再平衡，包括财政方面。那么，你们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什么？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或者说在新的发展方向上，你们希望听到格尔基耶娃或者董事会关于回归基本设置的说法说些什么呢？你希望从他们那里听到什么？ Well, again, it's just been mission creep. 我还是觉得这是典型的目标不清、任务拖延。我们只是偶尔需要修剪一下花园、清理杂草。 That it's 关键是应该回归本源，明确我们的优先事项，以及确立判断成功的正确标准。对于世界银行，你说要让那些早就应该毕业的中等规模国家毕业的问题，这改变了世界银行的商业模式。但显然你认为这很重要，他们需要毕业。 yes, yeah. 是的。 I mean, it's just as President 我的意思是，就像川普总统说的那样，这是常识。你不能拥有世界第2大经济体，而且正如我在演讲中所说， as I said, 我赞赏他们快速的增长，但你不能两者兼得。是， don't get both. 我有一个10几岁的孩子，有时想被当成孩子对待，有时想被当成大人对待，而且 Like an adult, and they,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孩子。 yeah. And, 而且中国是一个成熟的经济体。 你提到了能源，特别是在竞选期间提到了核能。自从你当上部长以来，你也一直在谈论能源生产，这是你认为重要的工作之一。美国每天生产大约1300万桶石油，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世界银行需要做些什么来鼓励化石燃料以及核能，还有所有其他的能源？ yeah, 对，你看， the kind of the sine qua non for economic growth is energy. 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能源充足。我们需要推动这些国家在可持续生产方面 They crawl, walk, run for these countries in charge. 找到爬、走、跑的正确组合方式。我说的可持续，是指稳健且能提供基础负载的能源。对， Not some 我说的不是我们西方近乎奢侈的理念， that we have in the West. Like they are worried about pumping water. They are worried about heating their homes, running their hospitals.
And we've seen that the intermittency doesn't work. 他们担心的是抽水、供暖和医院的运营。我们已经看到，间歇性能源行不通，即使是在中等发达国家，比如南非，似乎也经常停电。对，所以你知道，都不是一个好的模式。我们想要一个以强大的基础负荷为基础的模式，然后在上面附加替代能源，而不是一开始就依赖替代能源，然后出现这种延迟或间歇性停电，导致无法实现工业化。在最后的1-2分钟，我想谈谈金融中介。有句名言说，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只是另一种主义。大家看到的这些机构是资本市场和其他形式金融中介的重要中介。你们对金融监管有什么愿景？特别是对美国而言，你们希望这个行业发展成什么样？显然，美国的资本市场是这个经济体的掌上明珠，我们应该如何鼓励它？不仅在这里，而且在国外。我觉得我一直在收到很多关于私募信贷的问题。我认为私募信贷是美国金融体系一个有趣的新补充。我们资本和信贷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是美国经济的动力，创新也来源于此。我认为私募信贷是一个非常新且有趣的部分，但它发生在受监管的生态系统之外。对，我一直喜欢说，我不是经济学家，我是经济史学家。我认为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对现有体系的一种扭曲。它告诉我，2008年金融危机后，针对被监管的机构的监管束缚太紧了。我们希望放松对他们的监管，或者说让他们更有能力为美国经济，甚至可能以一种聪明、安全、稳健的方式，为国际经济提供贷款机会。正如我们所见，金融危机的历史往往是一方的过度反应。我认为我们之前就出现了监管过度反应。我在美国召集了一个叫做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的会议，这个委员会召集了所有的监管机构。我认为通过与美国3大银行监管机构、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监理署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合作，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体系，使受监管的金融体系再次繁荣。美国与其他大多数7国集团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金融机构的数量。我们没有5大银行，也没有3大银行。在美国，社区银行和小型银行提供了70%的农业贷款，40%的小企业贷款，40%的房地产贷款。在美国，华尔街经历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繁荣。我认为华尔街可以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但现在也该轮到普通民众来分享繁荣了。我认为是金融危机后小型银行的撤退导致了这种停滞。我们决心解决这个问题。我经常说，财政部是理性而冷静的声音。今天我们从您这里听到的就是这种声音。我们祝您一切顺利，女士们、先生们，请为部长鼓掌。